埃及选手实在是太嚣张，头戴鲨鱼面具走入比赛现场吓唬中国观众，还表示自己要亲手将中国选手的脑袋拧下来当足球踢。此人就是埃及排名第3的中量级格斗天才谢里夫·穆罕默德。从谢里夫这高调的发言就不难看出，他平日里可是备受全米粉丝观众支持，哪怕来到擂台上，也很少有选手能与之抗衡。最终结果也只能被谢里夫凶狠的拳脚招式打进医院抢救室。毕竟谢里夫还获得过总统钦定的中量级格斗大赛总冠军。殊不知今晚的比赛将会是谢里夫职业生涯最后悔的比赛，那是因为今晚谢里夫的对手可不是别人，而是来自辽宁锦州的金刚战警樊荣。为何樊荣会被全米粉丝称呼为金刚战警？那是因为樊荣早在部队服役期间就是最能打的兵王存在，后期樊荣在综合格斗领域大放异彩，击败多位外国高手。所以今晚樊荣将火力全开，证明自己的强大实力。第一回合开始，红黑拳套就是中国选手樊荣，蓝黑拳套就是埃及选手谢里夫。樊荣不愧是中国大级别最强悍的存在，单凭整体气势就让谢里夫望而生畏，不敢反击。随即樊荣开始努力逼近谢里夫的内围，试图要在首回合拿到相应的比赛点数。谢里夫见状也是立刻向后撤离，毕竟这可是大级别选手的比赛，一旦被重拳命中，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我们看在赛前的话就跟樊荣聊过，因为这场比赛他占据很明显的身高和臂长方面的优势，所以说他应该会在开始的阶段先控制两个人的距离。是，但是穆罕默德呢是因为摔跤身，所以说他的地面技术应该是非常不错。在这场比赛之前呢，樊荣其实在国内的赛事当中已经是很险。对。转投望冠军赛之后呢，第一场比赛这个开场亮相没亮好，他自己个人觉得非常遗憾。原本来到这个级别，他是奔着取得荣誉、奔金腰带来的。是啊，这场比赛有点可惜，但是呢，在那场比赛之后，他已经进行了大量的备赛。是，看看今天他在地面和站立方面表现如何。今天不管怎么样，至少像上一场那样，太长了，实现了。是。好，带进地面。现在的话，奥利维克蒂也是提醒下位的谢里夫不要做一些倒台的机会。是，对方的出击在用一些在做突破啊。比赛处境果然如同观众们预料的那样，樊荣凭借自己的实力，成功将谢里夫压制在地面身下。并且樊荣时不时还会打出精准的地面砸拳扩大比分，就算谢里夫再想反抗，依旧无济于事。那是因为樊荣的体格要比谢里夫足足大上一圈，不论谢里夫如何采取反击动作，樊荣都有绝对的信心将其重新压制地面。做一些立体进攻，先击对方的腹部和肋骨，肋骨先布局，没错。对方在手上的这个扣呢，总有松开的时候。对，樊荣呢想先通过一些击打松懈对方的防守，这个时候的话找机会能够起身。看下位的这个选手穆罕默德啊，想用这种起桥的动作起来，根本起不来。是在中量级这个93公斤级别的比赛当中，这个要想做的你的技能难啊。是侧向压制，樊荣直接放弃了一个骑乘位，进入到侧向压制，想这个空间当中呢找机会能够出来。加沙固尽量把自己的重量压低。完全把自己的体重给利用起来。是，近距离砸击，而且在左手是空的。这样的一个位置呢，把自己重量上半身重量压在对方的身上，其实对方喘息都有点困难。对方转回防了，因为没有进骑乘，所以很容易就转回防。是，来看一下有没有机会挂上对方的后背，做一个裸脚的机会。重新转向。谢里夫此时此刻已经被樊荣的地面砸拳打得苦不堪言。樊荣还在进一步的挪动身体，寻找新的进攻机会。如果要说在比赛开始之前，谢里夫可以老老实实的打比赛，樊荣或许还会手下留情，避免给对手造成太严重的伤害。可是樊荣一旦想起赛前谢里夫的嚣张发言，就忍不住的想要将对手按在地面往死里打。必须要教老外尊重2个字怎么写的。这个位置呢，现在是越压越深，是不错。我们得佩服这穆罕默德，他的他的扣真的是就像力啊，和情人锁一样，这永远的锁的太严实了。对，
全人锁啊，这个一般的全人锁这拉上最好少力啊，挂上全人锁之后，据说这个没有好结局的概率高的。是，所以说我们也期待着这个锁能够打开。哎，刚刚说完啊，哎，这个锁就解扣了，松开了。对，他这个起桥的这个力气是用不上。没错，而且樊荣现在的话，用自己的腿先控制住对方的一只手臂，哎，这样的话你就不会有搭扣的可能。樊荣抓紧时间，还有1分钟。樊荣打得很聪明啊。是。这个时候的话，谢里夫，进入到侧向压制当中的樊荣，对方又把他对方的扣给截开了，有没有机会能够做十字柱呢？看怎么处理。是漂亮，不过，但是对方力量也很足啊，相当强。是，樊荣给他吊在对方的身上，这个位置要上，这个位置蛮少见。是。樊荣现在只要用自己的体重压制住对手，还是用一条时刻。带掌，没有这个时间。这个反响却是给谢里夫一个信号啊，让他坚持下去。就是我不管怎么样，先带进下一个回合。没错。总是樊荣最好的一个机会。时间到了。当然，刚才谢里夫的比赛来到第2回合。上回合谢里夫足足被樊荣压制了3分多钟，这也导致谢里夫目前的体力储备严重下滑，很难在接下来的比赛应对樊荣的进攻，并且看着樊荣的架势，并不想将比赛结果交给裁判，反而试探对方寻找下前抱摔的机会。只要能够将谢里夫继续压制在身下，樊荣不仅可以拿到大量比赛点数，还有可能提前结束今晚的比赛。樊荣刚刚短距离上路的速度非常的快，是。闪转腾挪，再把对手抱摔到地面，接近到身边。位置呢太靠近围身边了。是现在这边示意2个人以相同的身位要回到擂台中央。回到擂台中央，以一个侧向压制的把位，侧向压制的身位，我们来看一下。ready， 冲！樊荣的这个位置呢，其实不如刚才啊。没错，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谢里夫，其实他的左手已经是扣在了樊荣的脖子上。这种劲力的相持，是这种大级别的比赛就是这样的比赛。樊荣要小心啊！上一场比赛呢是被德里德尔死角方式降服，今天的比赛呢一定要小心对方的任何可能做出降服的一个准备。没错。手抽出来了，对方又重新回到手上搭扣的位置。这个位置呢，在第1回合当中是多次的出现啊。是。在主场作赛，这个时候的话，樊荣看到现场很多都是来关注中国选手，来关注中国力量。当然也会有很多樊荣的支持者来到现场。在重新进入到地面之后的比赛节奏降下来。好，注意看手的位置。在下位的谢里夫·阿布德呢，还在尝试做一个起桥，看看能不能够起身，很难。起桥呢最有力的这个位置是在腹部这个位置，现在对方的着力点是在你这个胸前，是头毛这个位置，上半身，而且呢靠近胸部以上，面的位置。看看这个腿上的扣能不能够搭上，做一个腿三角的尝试。脱开了，不太好，脱开了。对，因为刚刚的腿三角呢，确实扣也没有能够打死。是，腿倒击，腿倒打击，上弹拳，1分22秒的时间，结束了。最后公布比赛结果，樊荣实至名归，赢下了比赛最终胜利。大家认为樊荣本场比赛表现如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